每一家公司都已经看到了马来西亚的背后的一些商机。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商行业在过去的5年，我们的整个的增长率达到了580%。哇，这个是在中国现在是已经是看不到这么高的增长率了。那这个增长率的背后，你的电商行业越发达，你就需要你的基础的快递网络越发达。那所以说，每一家公司都在拼命的往马来西亚去挤，往东南亚去挤，就是看到了巨大的这个增长的背后，那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快递的服务。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那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呢，随着这个全球化还有这个电子商务的发展呢，其实这个物流的行业呢变得非常的重要，但是它的发展呢也是错综复杂的。那其实物流公司通过建立高效的这个运输网络，还有先进的信息的技术系统呢，提供各种的物流服务。那么其实物流行业的发展，它不但是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还有经济的繁荣，还对环境、社会还有经济产生了很多的影响。那么其实呢，百世集团呢是一家来自中国的物流企业，它的总部是在上海。那么它的集团呢提供的服务包括了物流解决方案，还有涵盖快递、货运、仓储，还有供应链等等的这些领域哦。那其实百世集团呢，它是一直不断的希望透过科技来提升物流的效率，并且在中国以及国际的市场上面持续的去发展。那么2022年的12月1号呢，其实百世集团它就宣布说，它的快运网络在马来西亚正式启动以及运营，那也就是百世快递。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其实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百世在东南亚的本土的业务的版图呢，以及它的这个跨境的网络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以及完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这个百世国际马来西亚区的总经理陆苗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你来接受我们的拷问。主持人好，谢谢。那么其实我相信你在来马来西亚之前，肯定也知道说，在马来西亚这个物流的行业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当然，在中国竞争也一样是很激烈啊。所以马来西亚还有东南亚其实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那其实你们要如何在这里建立你们自己的一个特别的优势？我相信你们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哦。可不可以先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跟我们介绍你自己还有你们的公司？好，大家好，我叫陆淼，对，这个英文名叫陆。对，那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07年就已经在中国成立了，那并且于2017年就在这个美国上市。那现在我们的总部是在中国的浙江省杭州市。我来的时间比较短，来了4个多月的时间。那这4个多月当中呢，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的文化，包括美食，对，非常的 OK。那我也渐渐的带领了我的中方的这些外派的人员，渐渐去熟悉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环境。那 OK， 刚才主持人也有讲过，这个确实现在这个物流行业竞争还是蛮激烈的，但是呢。因为马来西亚我们是一个在这个交通要塞，那且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这种倡导和想法，那再加上今年又是我们中马建交的50周年，所以说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我们的财经拷问，对吧？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采访。那我相信，其实在这里生活，还有在这里做事业呢，它肯定是截然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包括了，我相信您到这边来之后，会发现说语言上面可能没有什么障碍，因为这里会讲中文的人非常的多。但是在马来西亚，它偏偏就是一个多语言的一个市场，那又以马来市场为一个最大宗，所以要如何一家中国的企业要如何进入到马来市场，我相信它肯定有一些的挑战吧。挑战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也很自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2017
15年的时候，我们集团正式做出了一个出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当时在2015年就正式的在美国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国外的分公司。那然后呢，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相继布局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越南这4个国家，我们都已经成型。那 OK， 那有了这几年的基础，从2020年到今年，包括刚才您提出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马来西亚分公司又有了新的一张网络，叫快运，大件的快运网。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来到马来西亚的整体的定位是以快递网络为基础，然后在快递网络的基础上，我们去叠加快运网络，然后仓配网络，还有跨境网络，这样子可以打通中国到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之间的这个桥梁。对，那您刚才说到关于这个语言文化的问题，这个确实对于我本人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因为确实过去这么多年，那虽然说上中学的时候英语学得很好，但是早已经忘掉了。那这段时间呢，那我们更多的会聘请一些本地的一些同学，包括我们会外面请一些老师，那在周末的闲暇的时间带领同学去学习英文，那也去接触一下包括本地的马来语。那今年的话，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在整个经营这一块的话，我们更多的会往马来这个本地的，就是 local 这一块的这个经营方向去发展，包括我们从宣传到我们的经营的战略，那更多的会以这个方向为主。那我希望就是我们通过我们不断的去接受新的文化，那新的文化也包容我们，那 OK， 我们的强强联合会让百世在马来西亚这个能够生根发芽。是 OK， 其实从您刚刚的这个分享当中，其实我一直听到一个关键字，那就是快递跟快运啊。那我过去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呢，其实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个所谓的快，因为我现在听说不只是当日这个订购当日送到货，现在是在1个小时之内就要送到啊，这个竞争是如此激烈。当然在马来西亚现在要去实现这件事情，我看到各家的这个快递服务也好，或者是仓储货运的这个服务可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晓得这个部分是不是会是未来你们在战略的考虑的其中一个部分呢？一定的，为什么呢？那百世有区别于同行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单纯的一个快递公司。那刚才有跟您讲，我们叠加了很多的多元化生态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物流公司。那目的就是能够去实现我们客户的多元化的选择。那有些客户他需要时效。那 OK， 我可以提前把你的货放到我们的仓里面去，你在网上下订单，那我可以当日达或者第2天就可以给你送过来。那有些客户更注重价格，那 OK， 那我们有我们的价格体系，对吧？那有快的，有慢的，有航空的，有陆运的，也有海运的。那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跟一家这个中国非常大的一家企业叫长虹美宁，我们在合作。那我们是他们在去年签订的整个东南亚的唯一的一个物流合作伙伴。那他把他从工厂出来以后的跨境、干线、清关。那这个末端的派送全部都交给我们，包括还有仓储，全部都交给我们。那提前把货先备到我们马来西亚我们的分拨、我们的仓库里面去。那 OK， 那客户一旦下单以后，今天下单，那明天我们一大早就给他送过来，用最快的时效。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过去的我们传统快递的意义，那你今天在网上买了一个，比如说电视机，刚才长虹是电视机，买了以后，那中国那边备货，经过海运17天，慢慢17天以后才能到这边，再加上当地派送2到3天，可能20天以后你才能用上你的电视机。但是我们通过提前入仓的方式，可以今天下单，明天送达，且价格还是有优势的。好，其实你们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已经是1年又1个月了啊。虽然您才来4个月，但是公司在这里已经是拓展了1年又1个月。那么目前其实我们这边主持人写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不太有礼貌哦。他说你们这个市场份额似乎仍然非常小啊，但是我觉得没礼貌归没礼貌，但是我相信可能他们也是有去观察过啊，就是你们的整个的这个市占比啊。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现在所达到的业绩，是否是你们自己心目中觉得1年1个月还算满意吗？还是你觉得说还有进步的空间？那当然进步会很大，同时呢，这个
我觉得潜力也非常大了，潜力也非常大。为什么？当然，第一个时间比较短，你也知道，这个我们过来的时间比较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集团来说，马来西亚包括东南亚，我们还处在一个投入期。我们更多的是看长远的战略的需求，因为我们来到这边是想长久的、健康的。在马来西亚，包括东南亚，我们要去生根发芽。我们想致力于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快递、大件快运、仓储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物流的保障。那不是只是说图眼前。如果说我们只是目前我要很快速的去赚钱，那其实我们整个战略是完全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的。对，这个对于我们的整体战略来说是完全是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的话，对于您刚才提出来的这个市场份额也好，包括我们的经营战略也好，那从集团到我们马来西亚分公司，我们有很多的考量。那我们更多的是要看某一个方面，因为我不清楚您刚才讲的可能只是快递方面或者快运方面，但是呢，我们是看一个生态。对，我们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一个 SaaS 系统，我们的 SaaS 系统在马来西亚就是我们所有仓库里面都会用到的 ERP 软件，就我们所谓的仓储管理系统或者运输管理系统 WMS、TMS 到这个运输系统，我们在整个行业里面是非常领先的。对，因为百世最早是一家科技公司，对，所以最早是一家科技公司，那可能或许我们就能够理解到说，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战国时代对，其实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的整个的物流的整个行业，大家的业绩都不怎么样，然后甚至很多公司都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那我相信你们在进来马来西亚之前，肯定也掌握跟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在这种战国还有大家都在亏损都做不好的情况底下，你们还选择了马来西亚的市场？那这个其实马来西亚的所谓的这些同行去亏损或者说是，其实每一家公司的定位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每一家公司都已经看到了马来西亚的背后的一些商机。你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商行业在过去的5年，我们的整个的增长率达到了580%。哇，这个是在中国现在是已经是看不到这么高的增长率的。那这个增长率的背后，那你的电商行业越发达，你就需要你的基础的快递网络越发达。那所以说，每一家公司都在拼命的往马来西亚去挤，往东南亚去挤，就是看到的巨大的这个增长的背后，那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快递的服务。那有了快递的服务以后呢，那又发现了，中国的企业都在出海。那今年的中国的企业从去年开始到今年，那拼命的在出海。那为什么要出海？那出海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商机，对吧？那国家也越来越 open。那这样子的话，就诞生的我们 B2B， 就是中国的货物跟马来西亚或者东南亚的货物要有流通。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快运网络的建立。那有了快运以后呢，你就发现，那这些东西都需要跨境对那就有跨境。那跨境到了当地以后，又要有仓储，但是有了仓储以后，你需要有技术，你没有技术，你的系统没有办法跟客户去链接，你没有办法跟商家去链接，那 OK， 那我们的整个生态圈就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到马来西亚去参与市场的主要的一个核心原因。了解，你刚才所说的，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线上购物也好，或者是就是线上的这种商业的形态，它其实确实是在疫情的期间，它增长了非常多。但是现在疫情过去了，大家可能又回到实体的部分的话，那你觉得这个会有影响吗？我觉得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为什么？因为消费习惯的养成肯定不是一朝一日的。对，那我们经历过从中国一开始实体到后来电商，包括到现在的电商的平稳期，那实体又重新崛起，我们是经历了这个过程。那马来西亚呢，也是通过疫情前、疫情中、疫情后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呢，现在的消费主力，电商的消费主力都是来自于年轻人。那年轻人，我就发现，包括我的同事也好，我身边的人好，我就问他，你们会在网上购物吗？他们都会越来越接受。那包括我这2天会跟，比如说像 Shopee Lazada 包括 TikTok 他们的一些管理人员有过沟通，他们就说今年他们的重心也会往东南亚去转移。对，那也会在这边大的去布局，去大的去投入。那这样子的话，那所有的物流公司的话，自然而然
机会也就会越来越多。是，其实我觉得机会非常大。但是很多的物流公司现在如果只是单单是看电商的商机的话，似乎还是不够。是不是也会去思考到说，现在从线上又转回为线下？我们看到很多马来西亚的公司开始的从这个线上转为线下。那你刚才有提到说，其实你们公司蛮重视 B to B 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会不会也想去拓展这个所谓的线下需求的物流？当然喽，我们的话，我们百世其实是一家纯加盟制的一家公司。那跟很多的同行不一样，同行的话是大部分都是以直营公司为主。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做加盟制？加盟制的话，更多我们是提供一个平台，给到我们本地的所有的愿意去参与这个生意或者参与这个物流事业的那一些本地的商家，他们来参与。那参与了以后呢，那更多的他们自己的很多的收入就来自于线下去找客户。那我们全国的话，这样光快递我们就接近有200家快递公司我们的子公司。对，那 OK， 那快运的话，我们也接近100家。那这300家的这些加盟商，他们就愿意自己去打造他的所谓的实体的 B to B 的这一块的业务。对，那 OK， 我们呢有平台给他们去做载体，这样子一张网络就已经去形成了，这样子我们网络就可以反哺，让他们的业务，让他们实体会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也有看到我们的一些网点，比如说我在上个月我去了怡保，我们的那个网点的门面非常的漂亮。那进去看了以后，发现它左边是做快递，它右边是做商店。他卖一些这个食品啊、日用品啊，他就很好的把实体跟快递结合到一块去。那将来的话，我们也会去参与到比如说在中国我们有驿站的这种服务，驿站就是比如在这种写字楼下面会有驿站，那快递包裹全部放到这个驿站里面去，这样子又会减少那大家的去取包裹的这个时间。所以说的话，快递一定是为实体服务了，当然电商的发展一定会帮助快递越来越发达。这个驿站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但是其实我相信你来了4个月之后呢，肯定也会有感受到这里，特别是在人员管理的这个部分上面，跟中国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特别在效率这件事情我刚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也觉得哇，这个效率真的是是差的很大的。但是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说无法在马来西亚本土要求员工像中国那样子有效率，毕竟人口基数也都不一样，然后教育环境也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所以你们会有没有去调整自己在这个市场当中的期待，或者是说在管理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特殊的方式，是你们觉得是要跟中国的管理是要有做出区别的？肯定会有区别啦。从我刚来的时候，那虽然说我们公司很多员工都是华人员工，那只是语言上面我一开始觉得问题还不大，但是后来才发现文化的差异其实很大。但是呢，对于公司来讲，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做本土化。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会从中国会输出大量的一些中方的管理人员过来，有一些技术有经验的。那这部分人员呢，那可以去带领我们本地的员工去学习最先进的物流怎么去管，对吧？这个企业怎么去管？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我们可以为本地沉淀很多的行业的骨干的人才，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心。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本地的员工占比达到了80%以上。对，真的蛮高的。对，80%以上。那每个部门的优秀的我们本土的员工也在逐渐的都做成公司的中高层。对，我们也致力于培养他们，要快速的要能够承担更多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责任。了解。好，管理员工是一个挑战。我现在在马来西亚我自己也是在每天不断在学习当中。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市场的挑战，就是国际原油的价格。这个对于物流行业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每天很深刻感受到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个运输成本它是取决于石油的价格这个是不是也是未来你们的挑战之一？那又会如何去面对这个挑战？
其实原油的价格，其实我们因为是运输行业嘛，那运输行业肯定我们的使用的车辆啊，我们的所有的运输的这些设备的话，都是必须要通过油这个事情的。但是呢，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马来西亚的整体的原油的价格是远远的是非常有优势的，跟中国呀、跟中国跟同区域都是比起来比较低，对，比较低。那这是我们很多的物流公司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参与竞争的，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在马来西亚这个问题对我们影响不大，但是呢，绿色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重要。那虽然说就算你的价格再有优势，那我们现在也正在打造我们的绿色物流。那我们要去做一些更加生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无纸化的一些电子面单的一些交接，我们用区块链技术，就是大家通过电子的方式就去解决了纸张的一些浪费。那比如说我们的分拨，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我们已经有10个分拨，那预计 Q1 的话，也就这个季度，我们会有最大的一个分拨，也即将要去开业。那我们这个分拨里面呢，我们过去用的是叫叉车，叫油叉车。那现在我们可能会用电叉车去取代它。那我们1个月可能省下的这个油的话，可能达到那好几千升或者上万升都是有可能。那这些都是为我们的成本也好，为我们的生态也好，去致力于尽我们的一份责任。了解。其实百事集团呢也在美国有挂牌哦。那但是这个股价的部分呢，现在我们是看到最新我们看到的是美金2.44的这样子的一个价位。那美国的分析师呢，其实他们也对于建不建议购买百事的这个股票，他们是有一点迟疑的啊。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啊，对于你们在马来西亚的拓展或者是发展是不是会有影响？那你们是否有信心在马来西亚的整个的表现，其实会比起你们公司或你们企业在美国的表现，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呢？那其实我们有观察到，中国很多企业都是从美国相继的要推出，要跑到香港去上市，或者跑到我们中国的 A 板块、B 板块去上市。那百事的话也有这个计划，我们会去私有化。那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希望，因为在美国确实我们的流通股相对来说会偏少一点，那这个跟很多的一些主观原因啊、客观原因啊都有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通过私有化以后，那因为公司的市值是远远超过我们在美国的股市上面的表现的，再加上我们在中国以及东南亚以及美国的这么多的公司的一个布局，那我相信通过私有化以后，我们公司的整体的市值会越来越好。我们作为公司的中高管的话，对于公司是非常有信心，那不然也不会跑到马来西亚来。是，刚您提到这个关于私有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业界其实对于贵公司的这个私有化还是比较保持乐观的态度啦。那但是你们会觉得说，目前公司的发展，包括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到出海了之后，整个的发展的速度是在一个合理的一个速度呢，还是过快呢？还是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说需要去调整脚步？还是按照现在的速度，其实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觉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今年我们集团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叫有质量的增长。那我们会成本领先，然后我们这个各方面我们都会围绕老板定的这些战略，包括今年老板定的战略叫 AI 驱动拥抱世界，那就是大家要去到。要通过我们 AR 的技术，通过我们的百事过去这么多年积累来的 IT 的这种技术，那我们更多的去赋能我们整个的生态链变得越来越好。那今年的话，我们也可能就会在整个东南亚，包括美国，我们投入都会越来越多。所以说的话，对于我们公司的目前的整个战略来讲，今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年，我们叫大年。为什么会2024年是大年？因为从我们今年1月份的表现来看，我们中国内地的所有的几个事业部板块已经是全部叫开门红。对，无论是收入也好，增长也好，还是我们的利润也好，都是非常乐观的一个数字。对，那有看到我们整个东南亚的几个国家，那在1月份的话，整个增长比也是非常的棒。对，所以说我们也很期待今年到年底，我们整个百事能够蒸蒸日上。
是，对，那我们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在马来西亚发展得很好。但是业绩增长了之后，可能社会就对企业有更多的期待了啊，特别是现在马来西亚也非常重视 ESG 就是永续经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那可能在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百世在接下来在 ESG 的方面，你们会有一些怎么样子的规划和想法？那第一个呢，我们首先是一定要符合这边的法律法规，对，包括前两天这个我们也签署了，这边的政府对于我们叫有持续的竞争，要签一个不高于多少不超过多少价格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法案。那我也是刚刚去签署了，我们会参与到这个政府的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去。那同时呢，我们平时也会去参加很多的一些这个政府举办的一些活动。那这些活动的话，都是要求我们各个企业之间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竞争关系，不能把市场竞争把市场搞坏掉。对，那 OK，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刚才您讲到对于本地的环保啊、绿色啊，其实刚才我已经有提到了。那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致力于通过我们的技术能够改变这个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一些现象，包括一开始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对于快递这个“快”这个字，对吧？你怎么样在快的同时，你的成本又不能上升，你还不能对于环境有任何的一些影响，对吧？同时还能给当地增加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劳动力，对吧？让我们的劳动力能够变得更加的这个变得越来越好。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考虑的一些问题。所以说的话，这个因为我来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比较短，那在我过去这4个月当中的话，我是能够深刻的去认知到，在马来西亚我们应该怎样做正确的事情，能够去符合本地的文化法律的一些要求。是，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陆淼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你在马来西亚呢，虽然才4个月，但是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可以享受在马来西亚的每一天。那也希望你们的贵公司可以在马来西亚发展得很好。谢谢你，谢谢您，一切顺利。好，谢谢。正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呢，希望大家可以按赞，还有订阅，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就可以观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